说真的，你一定想过这个终极的医学谜团，对吧？就是在面对疾病啦、老化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不是只能双手一摊、听天由命，还是说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坐上驾驶座，掌控这一切？这问题真的困扰科学界太久太久了。我们以前总觉得，哎呀，身体的免疫系统就是一头写死改不了的程式嘛。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其实有一把钥匙可以打破这个限制呢？来看看这个彻底跌破大家眼镜的奇葩——维姆霍夫 （Wim Hof）。其实大家更常叫他冰人啦。你想象一下哦，他竟然只穿着一件短裤，在0度以下的冰天雪地里跑半马，还跑到满是冰块的桶子里泡了快2个小时。老天，这在生物学上早就该严重失温甚至没命了吧？结果他老兄不但活得好好的，还顺手打破了超过26项世界纪录。这已经不是什么街头魔术或特技了，这根本是在重新定义我们人体的极限呐！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好，今天我们就要来扒开这背后的科学真相。我们要深入看看这个所谓的威姆霍夫法到底是怎么透过一些完全不需要精密仪器的极端物理修炼，变成一种超强的生物骇客技术。重点不是看它多神，而是要弄懂这套方法究竟是怎么从根本上把我们的生理机制整个大翻转的。那为了让大家彻底搞懂这个典范转移，我们今天会分成几个重点来聊聊。首先是颠覆传统医学的观念，接着会谈到肌效反应跟抗老的关系，然后是能改变体内化学状态的呼吸法，再来是冷暴露跟意念的力量，最后当然会给大家一份超实用的现代实践指南。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部分开始讲起，颠覆传统医学，看看这场临床医学上的典范转移。在进入具体基础之前，我们先回想一下主导科学界几十年的旧观念。传统医学一直以来有一条铁律，认为我们人类的自律神经系统跟先天免疫反应完全就是自动驾驶模式，我们的主观意识是插不上手的。但是呢，威姆霍夫直接用现实打破了这个迷思，他证明了主观意识绝对可以强势介入，这简直是把医学院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直接撕掉重写啊！我们把时间拉回2014年。当时荷兰的拉德堡的大学做了一项超酷的指标性实验，科学家们玩很大哦，他们直接把一种会引发剧烈发炎跟严重流感症状的死菌内毒素注射到 Hof 还有他训练过的一批志愿者体内。你没想象，一般人遇到这种状况绝对是发高烧、全身狂抖、病得七荤八素的，对吧？但实验结果真的可以说是科学界的最高潮了。霍夫和他的团队只是透过特定的呼吸法，就主动唤醒了交感神经系统。大家看看这数据，真的太扯了。他们体内那种用来抗发炎的蛋白质，也就是 IL-10，居然一口气暴增了200%，然后引发发炎的因子 TNF-α 直接砍半，少了50%。他们几乎完全压制了所有生病症状。这绝对是铁证，证明免疫系统100%是可以被我们有意识的操控的。接着进入第二部分，来聊聊肌效反应与抗老，也就是细胞层级的防御机制。既然发现我们能控制生理反应，那这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实际好处？如果从细胞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一切的关键就在于肌效反应。听起来很学术，对吧？简单来说啦，就是给身体一个短暂、急性的极端环境压力，这反而会逼着我们的细胞去适应，变得超级强壮、有韧性。你想想，我们现在人天天吹冷气，享受恒温，生理反应早就迟钝了。这就是为什么偶尔跨出温度舒适圈，在生物学上绝对是必须的防疫训练。当我们把镜头拉近到微观的细胞层面，你会发现这套机制运作的超精密。只要透过一点短暂的极端压力，比方说冲个冷水啦，或是特定的呼吸节奏，我们就能很自然地唤醒体内的棕色脂肪，也就是 BAT， 让身体自己产热，同时还能锻炼心血管弹性，让你的免疫防御力直接封顶，达到巅峰状态。所以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说白了，大家共同的目标不就是希望能健康康康、充满活力的活到100岁吗？科学界早就证实了，慢性发炎就是让人变老、引发一堆代谢疾病的罪魁祸首。而威姆霍夫法，讲夸张一点，根本就是一种最极致而且完全免费的抗老新陈代谢骇客技术。
你不用花个几百万去做什么基因治疗，就能在细胞层面达到深度的抗衰老跟抗发炎效果，超划算的好吗？好，那我们继续看第3部分，改变化学的呼吸法，这也是达到自主控制的第一根支柱。那具体到底该怎么做？第一步就是用超换气呼吸法来改变你身体里的化学状态。一开始先做个30到40次很深的强迫吸气，就会引发所谓的呼吸性碱中毒，听起来很吓人，其实就是让你的血液 pH 值稍微升高一点。接着呢，憋住气，让身体进入短暂深度的缺氧状态。哇，这时候好戏上场了，这会在体内掀起一场神经化学风暴，你的大脑会疯狂分泌肾上腺素。我跟你说，这飙升的程度甚至比你去玩高空弹跳还要刺激。就是这股化学风暴瞬间启动了深层的抗发炎机制。不过大家先暂停一下，请用最严肃的态度看这张投影片，你把它当成那种药罐子上面最严重的黑框警告就对了。这个呼吸法绝对不可以在水里或是开车的时候做，因为它会把你大脑对二氧化碳的呼吸驱动机制给压抑掉。要是你在水里或驾驶中练习，非常容易引发潜水黑市症，直接晕过去，那可是会出人命的哦。所以答应我，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找个安全舒服的地方，乖乖坐着或躺着进行。了解了体内的变化后，我们来看第4部分，冷暴露与意念，这是生理与心理的支柱。搞定了内在化学，我们来面对外在的挑战，也就是冷暴露。大家别急着跳进冰桶哦，这得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啦。冷水淋下去的瞬间，会强迫你的血管像肌肉在重训一样猛烈收缩。这不只会把你全身的血液循环推到极限，还会逼大脑狂喷脑内啡和多巴胺。所以冲冷水不只能把全身的发炎反应压下来，还像打了一剂超强的强心针，情绪瞬间就会好起来。但光靠冷水不够意念是怎么发挥作用的？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去做了 MRI 脑部影像研究，结果真的让人大开眼界。一般人遇到那种极度严寒，大脑通常会失控，痛觉满天飞。可是霍夫展现了一种绝对的意念承诺，它可以主动去唤醒大脑里一个叫做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的地方，简称 pH。这在科学上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我们真的可以有由上而下的认知控制，硬生生把生理上的痛觉讯号给压制住，直接把痛苦转化成了疗愈的力量。最后我们来到第5部分，现代实践指南，看看怎么把这些融入日常保健。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我每天上班都快累死了，哪有时间搞这些极端科学？其实没那么复杂啦，你也不用大老远跑去什么结冰的湖里泡水。这是一套每天早上花一点时间就能搞定的3步指南。第1步，在安全的地方躺好，做一下刚刚说的超换气呼吸法。第2步，洗热水澡的时候，最后切换成冷水冲个30秒。第3步，就是在那冰凉的30秒里，保持绝对的专注和心理承诺。真的就是这么简单。那为什么这套日常小动作会这么神？因为你每天早上等于都在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里，给自己来一场模拟的物理恐慌演习。想想看，当你能在冰水的刺激下，在身体警报器狂响的时候，还能保持心如止水、超级专注，那你白天去面对那些什么高压工作啦、生活中的大小鸟事，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嘛。因为你早就练就了一身牢不可破的情绪控制力和心理韧性了。你等于是在每天帮你的神经系统穿上防弹衣呀。说到底，这其实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史里，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设计来面对大自然各种严酷挑战的。只是现在的我们太习惯躲在无止境的空调舒适圈里，慢慢退化了。我们今天聊的这套方法，其实没有什么魔法，它只是帮你把那些原本就藏在你细胞深处、正在呼呼大睡的强大防御机制重新叫醒而已。这也就带出了我们今天的最终思考了。科学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这股力量就潜伏在你体内，而且钥匙就在你手上。所以，明天早上洗澡的时候，你是会选择继续缩在那个温暖但却让人慢慢退化的舒适圈里呢？
还是会深吸一口气，勇敢地把水龙头转到冷水那边，亲手夺回你对自身免疫系统和生物学的绝对控制权。这个决定就交给你咯。今天解序就到这边，真的很高兴能跟你分享这些，我们下次见咯。